小镇生活。8点钟之前，断桥镇的街道其实是一个菜市场，从头到尾都是气味。8点一过，街道的另一面立即显现出来了，变得干净了，规整了。没有命令，但日常的生活自己形成了命令，几乎是铁律，雷打不动。中学里的高音喇叭开始报时了，滴的一声，那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。北京时间8点整。北京时间，它遥远、亲切、神圣，蕴含了统一意志，蕴含了全国人民有计划、有纪律的生活。它不仅是北京人民的，同样是全国人民的。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日理万机了。小镇上婆婆妈妈鸡零狗碎讨价还价的时间到此结束。阳光斜斜的照射在街道上，青石路面洋溢出初升太阳的反光，红彤彤的。这时的街道笼罩了一小段片刻的安宁，甚至是去寂，似乎是必备的酝酿。然后杂货铺的大门打开了，供销社的大门打开了，邮局、信用社、公社机关、医院、农具厂、铁木社、粮管所、粮食收购站、搬运站、文化站、生猪收购站，总之一切与国家有关的单位缓缓敞开了他们的大铁门。这时的街道不再是菜市场，而成了国家的一个部分，开始行使国家的职能与权利。在所有的大门一起打开的过程中，街道上有了一种静悄悄的仪式感。当然，那也是镇里的人难以察觉的，带上了懒散随意，却又有一点肃穆庄严的气氛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新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了。每天上午8点整，郭家兴准时来到办公室，坐下来泡好茶，翘上二郎腿，开始阅读两报一刊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，差不多是研究了。郭家兴整天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每一天都是在北京。他关注着北京的一举一动，比方说领导同志谁的名字挪前了，谁的名字靠后了，这个绝对是不能忽视的。比方说去年陪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一共有7位领导，今年却换了3个。从前几天的报纸上看，一个去了坦桑尼亚，一个在内蒙与牧民们亲切交谈，另一个呢，不知道了。郭家兴总要把这个不知去向的名字默默地放在心里，一放就是好几10天。如果时间太长了，郭家兴就要和公社的几位领导提起这件事，口气相当的郑重。某某某好长时间没有出来了。直到下一次的报纸上出现了某某某的名字或相片，郭家兴才能够放心，并把这个消息通知其他的同志。郭家兴习惯于把两报一刊上的姓名看成国家，关心他们其实就是关心国家了。郭家兴这样关心，并不是有野心想往上爬，不是的，郭家兴不是这样。当领导当到这个份上，只要不犯方向性的错误，能在公社机关里待上一辈子，郭家兴对自己很知足，很满意了。郭家兴只是习惯，多年养成了的，成了自然，所以天天一个样。郭家兴不关心别人，不关心自己，只习惯胸怀祖国，同时放眼世界。郭家兴瞧不起生老病死，油盐酱醋就更不用说了，那些都是琐事，相当的低级趣味，没有意义。可是郭家兴近些日子却被琐事拴住了，都有点不能自拔了。事情还是由革委会的另一位副主任引发的。那位副主任见了玉米一面，拿郭家兴开玩笑说，中年男人3把火，升官发财死老婆。
郭主任赶上了。这是一句老话了，旧社会流传下来的，格调相当的不健康。话传到郭嘉兴的耳朵里，郭嘉兴很不高兴。但是郭嘉兴玩味再三，私下里觉得大致的意思还是确切的。郭嘉兴没有升官，没有发财，却死了老婆。照理说，郭嘉兴应当灰头土脸的才是。出乎郭嘉兴自己的意料，没有，反而年轻了，精神了，利索了，火了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死了老婆，旧的去了，新的却又来了。不仅如此，新娘子的年纪居然能做自己的女儿，还漂亮，皮肤和缎子一样滑。郭嘉兴嘴上不说，心里头还是晓得的。他的快乐其实还是来自床上，来自玉米的身上。要是回过头去想想，这些年郭嘉兴对待房事可是相当的懈怠了。老夫老妻了，熟门熟路的，每一次都像开会，先是布置会场，然后开幕，然后做一做报告，然后闭幕，好像意义重大，其实寡味得很。老婆得了绝症，会议其实也就不开了。要是细说起来，郭嘉兴已经1-2年不行房事了。好在郭嘉兴在这上头并不贪，不上瘾，戒了也就戒了。谁能料得到枯木又逢春，铁树再开花呢？郭嘉兴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到了这个岁数反而来劲了。说到底还是玉米这丫头好，在床上又心细又巴结。玉米不只是细心和巴结，还特别的体贴。郭嘉兴要是太贪了，玉米会把郭嘉兴的脑袋搂在自己的乳房上面，开导郭嘉兴说：可要小心身子呢，可要知道细水长流呢。这样丑的老婆还怕别人抢了去？要是亏了身子骨，我可怎么办？我可什么都没有了。话说到这儿，玉米免不了流上一回泪，有了几分的伤感，却并不是伤心，很缠绵了。郭嘉兴就觉得怪，自己本来都不想的，玉米这么一来，反而又想了。郭嘉兴一想，玉米当然挡不住，只有全力配合，倾力奉承，全身都是汗，被窝里头湿乎乎的。玉米自己也弄不明白，怎么一到房事自己就大汗如注的呢？玉米吃力得很，后来又这样说了：你到外面再找女人吧，我一个人真的伺候不了你了。玉米的话和前面的意思自相矛盾了，但是枕头边上的话是不能用常理去衡量的。郭嘉兴爱听，年过半百的郭嘉兴特别的喜爱这句话。这句话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思：郭嘉兴并不老，正当年呢。为了焕发床上的青春，郭嘉兴已经悄悄练习起俯卧撑了。开始勉强只有1个，现在已经有4-5个了。照这样下去，坚持到年底，20几个绝对不成问题。